柯建铭又发长文4000字啊，说没关系，726完败，继续823要努力，我们大罢免的精神需要持续哦。那另外呢，说白宫有发文安慰民进党吗？那他们说是谣传，没有，白宫并没有发文啊。好，那曹新成哦，他先说726本来他们会罢成的，但是因为呢受到老共统战的影响，而且拿了老共的钱哦，所以呢没罢成。那另外呢，现在呢他又讲说，真可惜没罢成。如果罢成了，在立法院就民进党占多数了，占多数以后呢，他们就要立法，哦，把你主张统一的跟主张反台独的，通通违法，就跟德国不准说支持纳粹一样，你支持统一、支持反台独，通通要法办，都抓起来关啊！那现在又鼓励台湾要独立，不但台湾要独立，要建立台湾国，所以要朝更高的目标，就是建立台湾国。然后呢，还要鼓励大陆每省都独立，所以呢，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山东是山东人的山东，福建是福建人的福建，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哦，譬如说美国的纽约的 Flushing 就有人发起上海独立运动，我以为纽约发起纽约独立运动，是纽约的上海人要发起上海独立运动。哦，他们要鼓励中国各省独立。哇，曹先生，我真的跟我以前认识曹先生完全不同，奇怪的，不知道讲些什么哈。然后呢，说立刻如果大罢免成功，立刻宣布同一言论违法，不是只有同意反台独也违法哦，都不行哦。那另外呢，这个李文忠说统一反台独都违法啊，曹先生说法跟法西斯一样，这就是法西斯的言论了，就是法西斯言论了哦。那因为以前有的歌叫这个昨夜星辰了哈，所以昨夜星辰坠落。那前一阵子网络上流行叫昨夜星辰啊，那刘永龙就批曹新成说闯下大祸还不知悔改哦，那曹新成就骂尤英龙哦，说他变了啊，那尤英龙就说我烧成骨灰还是绿的啊，两个吵架啊。那另外呢，为了823的罢免，民进党进驻7个罢区，就是新北的新店啊，罗明才，然后呢南投的这个尤浩跟这个马文君，哦，台中县的这个严宽恒、江启臣，还有杨琼英啊，还有新竹啊，新竹县啊林志敏啊，所以呢他们要地毯式的陆战，加上精准的空战，通通干掉哦。我第一波没成哦，第二波一定要把你们干掉哦。那另外呢，726罢免呢，说青鸟台派青鸟受到很大的挫折，因为听民进党这样讲啊，哦不得了了啊，然后呢，所以呢很努力的这个发动，结果一个都没罢成，所以呢有很大的挫折，所以民进党要办大型抒压疗伤会，让他们来抒压哈，请高嘉瑜去唱歌，安慰他们疗伤止痛。就在罢免是双线进行，民进党呢进驻823的罢区，地毯式的陆战。来帮助罢团，那嘉瑜怎么样？你能贡献什么？唱歌。我觉得这些罢团的朋友当然是非常的辛苦啦，因为他们从1阶、2阶，风吹日晒雨淋，真的是。这个大家如果都有看到的话，他们是维持的他们的信念哦，他们有他们所坚持的理想哦，所以才能够到这个第3阶段。那这个过程中，确实是他们信心满满，而且有这么多人，你看也有200万人出来投票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最后的结果当然不如预期。那有很多需要检讨的地方。那对我们来讲，怎么样能够从这一次，然后能够去凝聚，或者是去了解到自己在整个论述上，或者是没有办法得到多数支持的原因，然后重新的出发，就是我们这一次最大的意义。那对于曹新成、曹董来讲，当然这个行动受挫也会在情绪上会比较
激动哦，但是民进党内确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哦，包括李文忠，包括王世坚，哦，大家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对于说只要支持统一就要怎么处理的这种事情，这个不是民进党的本质，民进党或者是我们的法令也没有这样子的规定哦，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确实不符合法律哦，除非你是用暴力去煽动哦，或者是用暴力的行为去要求一定要统一。否则的话，大家的言论自由都可以各自的主张，这就是台湾民主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这一次726之后，大家用民主的方式去表达各自的意见，即使你是不同意但是这也是代表一种声音。那同意的人，当然他有他的想法，最后如何去更加的能够去沟通理性的对话，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功课，也是这台湾民主最有意义的地方。那你赞不赞成曹信成讲的统一啊，跟那个反台独都违法？这部分我是不赞成。我想多数的民进党内的人也不会去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未来是不是有一天变成支持台独也是违法？这个两极化的说法都不是大家所能够接受的。你们觉得为什么那么依靠曹新成呢？我们没有依靠曹新成哦，曹新成他有他自己独立个体的主张他有他他率领的这群公民运动的人，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主张他的组织，但是跟民进党当然大家可能都基于爱台湾，但是出发点或者是做法都不一样。那我们民进党还是有自己大家自己党内的看法跟声音，所以才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曹新成、曹董他的主张，我们都尊重。小心他骂你而已。我们看一下。即便72625个罢团全面溃败，双北的罢免徐巧芯和张志伦团队都来支援。毕竟大罢免始祖柯建铭发文在替罢团打鸡血，说第4波民主已经起航，大罢免精神必须持续。就连白宫发文也在社团流传。引用老罗斯福的名言，指称真正值得敬佩的是亲自踏入战场的人，即便失败，至少他们曾经勇敢拼搏过。底下留言嗨翻，是在讲我们罢团美国也挺啦，都有在看呢。我那时候在会上有看到，他说其实离开台湾之后，才开始重视到台湾的好。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感动。但才还没几天，事实查核中心就打脸。白宫发文时间是7月25号傍晚，在台湾时间是726的早上。发文早于罢免投票，并非是大罢免后才突然发文。当我们听到曹新成讲说，如果支持统一的人或者反对台独的人，通通都违法，通通都抓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726大罢免是成功的话，台湾会走向一个如何的极端？其实可能性你真的不能够去这个忽视它。不要忘了，在选前的时候，柯建铭还说刑法100条要用刑法100条来办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当然，刑法100条已经修正为从思想准备，然后呢改为说你要实际上面有采取行动的话，那才有叛乱。可是他可以解释说，国民党在立法院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叛乱行为，所以他称之为行动叛乱。这件事情并非不可行。那现在呢，你看到的各种这种言论的乱象，然后所凸显出来那个背后，他们在思维当中的那种极端法西斯，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既反映了对于陆配极为严苛而不可行的一个要求，它也反映出来，只要跟他想法不一致的，通通是敌人，通通是仇人，通通是坏蛋，必杀之而后快之。这就是现在仇恨的一切的根源。当曹新成他自己的这个个人行为不要忘了，他是在过去强烈主张推动统一公投的人。今天告诉大家，只要谈统一，都要抓起来，也是他。那个是曹新成他自己的百变，他要放弃中华民国国籍，参加新加坡，就是要参加新加坡，然后出了状况了之后呢，再从新加坡回到中华民国，然后再掀起一般风浪。那个是有钱人的任性，但你我生存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如此的任性这个地方吗？我们就不可能这样子的任性来对待这个地方。只是民进党内部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你会发现到说林濁水啦，然后呢这个游盈隆啦、李文忠啦、王世坚，
这些人，如果我们对于台湾的政治发展史了解的话，那也许这个就是嘉瑜可能年轻了一些，我想赵先生都非常的熟悉。这些人都是从民进党在党外开始就支持民进党。当李文忠是学生时期，他是学运世代。那这个林左水从在党外时期的时候，他就是建构理论的大师，对不对？哈，从党外时期就开始。然后呢，你看到游盈隆、王世坚是在党外的时候呢，就开始担任民进党的金主的角色，捐钱给民进党，到最后成为民进党的这个政治人物。他们都陪伴着民进党从那种随时风雨飘摇会被抓起来的年代，然后走到今天，那民进党开始作威作福了，出现了比如说像是沈伯洋啦，出现了像是之前还主张要统一公投的曹兴诚啦，或者呢是出现了像是这个王义川，他们都是属于靠行型的这一些，或者是公众人物，或者是政治人物。可是他们去痛批那一些从30年前就开始支持民进党的这一些前辈，民进党还剩下多少在当年的理想？如果要用民进党当年的理想，然后来说你现在支持民进党，那我必须说，那个时代的民进党早就已经死亡了。如果你现在看到的是八炯、是闽南郎、是沈伯洋、是曹兴诚，然后你要去支持民进党的话，非常欢迎。包括虽然嘉瑜年轻，但是从大学就是绿营，而且从什么台大代联会主席啊，什么一路搞，是啊，会长啊什么。我的意思说，他也算是根正苗绿，没错。就看到这些人根本就是收割到尾的嘛，真的是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闽南郎跟八炯，这两个呢翻脸了。闽南郎开始说八炯要仿效纳粹操作罢免团体，就把这个截图他的网络上这个八炯，我最近在研究纳粹，因为纳粹是反共产的，我在想他们是怎么利用大家反共产跟犹太情绪的，我们学一下，以后演讲都搞这一招然后呢，这个感觉要把某个群体变成犹太人，然后煽动，我们还要发明新的手势，然后呢，我们到时候先把那些找我们借钱的推出去当炮灰，所以找他们借钱。然后呢，我当天在新竹有活动，宣导一下，419凯道然后你知道老鹰代表什么吗？老鹰呢就代表美国的青鸟，青鸟，台湾的青鸟，美国的青鸟。所以呢，我们花莲35个团队要穿这样子，大罢免运动八炯团队，我已经帮你建立好纳粹冲锋队了，培养一下，到第3阶段就可以发起革命了。哇，这在讲什么1代、2代、3代然后呢，八炯道歉，说呢他是因为被蓝白贴标签，私下跟朋友自嘲的，他蓝白给他贴标签。他给蓝白贴标签了那所以呢，闽南郎给他爆料，八炯说：“我反省道歉，我要减少我线下活动，专心制作反共影片。”民进党当然被这样一搞以后也很糗了民进党说谴责任何消费用纳粹符号行为的这个消费八炯说呢，研究纳粹是自嘲，闽南郎说，请你为极端你的行径深刻检讨。那另外呢，网友就洗版德国在台协会，说你要出来谴责，你们不讲话呢？你们搞双标啊！八炯在研究纳粹，也要搞台湾的革命啊，罢免就是这个革命啊！因为上次朱立伦有说赖清德不要这样搞，就被德国在台协会立刻出来谴责朱立伦所以呢，八炯被曝就模仿纳粹，德国在台协会到下午刚刚发表一个说谴责所有崇拜、赞美纳粹的行为那媒体也说八炯纳粹梦碎，青鸟相随纳粹梦没有说碎了，纳粹梦青鸟相随。赖清德，你真的舍得切割吗？赖清德他不是说一叫青鸟就出来吗？记得吗？赖清德当时还鼓励青鸟，鼓动青鸟那另外罢团说因为选民智商低了，才没有罢免成功了所以呢，823计划要做降智图考
我不知道这怎么做哦。然后呢，说选举要赢，格调要低哦，所以呢，选民多愚蠢，多是低智商的哦，所以呢，这个你们哦才这个支持反罢免哦，所以呢，这个图卡做的比较笨一点才可以这样啊。那徐小新就说呢，那这个罢免脱序的这个言行其实很多了，大家觉得你这个罢团才蠢，你怎么讲这个投反罢的人蠢啊？所以他说，譬如说王一川说现在没有什么比大罢免更重要的。那领衔人说大罢免失败，台湾男人会被中共送去俄乌，女人会成捐器官的库啊。他说这种怪异思想，你是觉得他谁蠢呢？我们看一下。纳粹言论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我继续沉默，我就是帮凶。指控昔日战友网红巴囧效法纳粹。3月10日，他在私下用赖对我说：“我最近在研究纳粹怎么操控群众情绪，还说要找一个群体变成犹太人，然后煽动。”还要发明新的手势。网红闽南郎秀出多张对话截图，巴囧传讯 C19凯道图腾是纳粹老鹰，还有闽南郎别说出去。的确在 C19，巴囧号召拒绝统战，守护台湾凯道集会，背板就是同样图腾。闽南郎更指出，巴囧给花莲的霸团志工背心，直言建立好纳粹冲锋队，3阶就可以发起革命，这也让一回国的巴囧拍片回应，知道这个其实是连私下开玩笑自嘲都不行。但我也深刻反省，我也意识到这样的说法是非常不妥，再跟大家道歉。鞠躬道歉只是自嘲，但强调会继续反共。如果大家认为我这样的方式太激进，那未来我会减少一些线下的活动，继续的游走海外，拉拢更多团结的反共中国人。面对他的这个道歉，我还是希望他可以深刻的为他自己的极端的行径。跟偏激的思想，可以做深刻的检讨。还能否看到两人合体？民进党要求应先反省，而民进党也发声谴责。民进党我们的态度非常的一致，就是我们谴责任何去消费、运用或使用纳粹符号这样的行为。毕竟使用纳粹标语只是罢免团体引发争议的，还有在晚会上当场呛选民，选民有多愚蠢、低智商。接下来823呢，我自己有个计划，蠢降至图卡。随后被在野纷纷泼在社群，徐小花在脸书回应：蓝白独裁戒严第一大党，让平民没有言论自由。蔡薇。我觉得这个听到巴囧跟闽南郎这样子哦，一边呢看好戏，但一边真又觉得很可悲。他们这样讲，不就证明当初国民党说民进党的行为跟这些霸团的行为跟纳粹很像，是事实啊？因为是他们自己现在出来承认说，他们的确就是学习纳粹的这个图卡方式，然后甚至是 logo， 然后甚至是说话的方式、演讲方式嘛。但我觉得最可悲的是，居然他这样子讲，而且事实上是把纳粹当作偶像。然后当初民进党是用多么猛烈的方式在攻击国民党，还有包含德国在台协会，还有其他的外管，当时候全部纷纷都出来谴责国民党。那时候的监督力道怎么不见了呢？现在不是都应该要去谴责这2个人吗？那奇怪，民进党谴责，但是一句话带过而已，跟当时候骂国民党的这个比例实在是差太多。但是我觉得更讽刺的是啊，在整个罢免的期间哦，包含曹兴诚还有巴囧，还有这个闽南郎这一些啊，所有的表演、所有的谈话，几乎可以说就是小丑，可以看得出来哦，赖清德还有这个民进党有多需要这些小丑的帮衬。那这些小丑表演完呢，现在霸团还居然要把这个选民当作是笨蛋呢，说要做什么反制图卡。你知道最近的霸团在网络上面的论述都是什么？他们都说，因为国民党会成功，就是因为他们说要这个还税于民1万块，还税于民1万块这个东西很好理解，因为大家都爱钱，大家都想要钱，不只是把选民当笨蛋，还把选民都看成很贪，想要钱这样子。然后他们说，民进党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反共很难理解。我不懂到底是把选民当作不识字呢，还是听不懂人话？但说实在的，讲到底哦，这一些霸团跟民进党最好就在你们自己的同温层下去再玩，因为只会让民众看得出来民进党有多反智。好吧，这什么音乐人叫徐小花，我是没听过哈，在台中，在中台湾驻讲，
说823罢免计划在网络上疯传降智图卡，把智商降低的，反正选民非常愚蠢，强调选举要赢，格调要低。来，季凯民进党正在劣币在欺除良币这个过程里面哈，你看刚说要被赶出去这些人，王世坚、游盈隆、李文忠、林濁水他现在被扣了一个叫做中共投入人，这些人都是我们以前民国70几年开始跑新闻的时候。对民进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而且有功劳了，他们你看像王世坚是以前长久就是支持这个党外跟民进党这个活动的，就后来他才被推出来选议员，一路这个立委，结果现在王羲之直接呛他说你不服从命令的话，你就给我滚。王世坚这段时间是什么？他认为说整个大罢免大失败，造成整个社会对立很严重，他带了卫生纸去民进党中常会啊，他说叫柯建铭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啊！你惹的祸，你要把它清除干净啊！民进党应该有一个反省的一个过程嘛，对不对？结果不反省，现在王羲之他们还出来就直接说，你王世坚，你不听指令的话，你就给我滚。那林楚英他们这些人还出来呛声，叫王世坚滚。这些人都是在挂底蛙尾呢。这些王世坚他们这些人，林濁水这些人，他们在付出的这个时候，才有现在这个民进党啊。结果你们这些人那时候在哪里？你就客家瓜没有功。你们现在出来挂底蛙尾，你还客家瓜没有功，所以民进党现在一方面一直在往下掉，一方面就是刚刚讲的，他们跟霸团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可是霸团现在出现什么？霸团跟民进党现在出现两个很特别的，一个就是什么？大弟啊，在推责任的同时，也开始在大内讧，一直在爆料的。他现在至少出现3个宝了。第一个宝就是曹清诚，曹清诚，你看他也故意讲说，我本来是希望民进党要能够后来到第3阶段，他们自己要接过去的啊。他直接讲你赖清德，包括你民进党，你只要当一个不负责的一个侧翼哦，对不对？然后他现在老讲，你说他为什么现在就来讲这个？你若反台独，或者你要主张统一的，我要建立台湾共和国，这种我全部把你抓起来，你是违法的。他这样讲，他不晓得对赖清德不好吗？对民进党不好吗？他现在是故意在丢一些牌出来，是不是？所以我说他也是一个宝贝之一。第二个，柯建铭今天发表什么4000字这个文字，还有什么823还要再战。王世坚提醒你的，你这段时间赶快好好去反省。看最近这几天啊，朝野协商他都不出现了，就交给吴思瑶他们了。看我们本来以为说他是大沉淀在大反省，结果没有，下午又固态又固某，这个整个恶行又出来了。另外一个花时间写4000字的文章。另外八炯是第3个宝贝，他现在跟闽南党这个开始以后，闽南党爆了他太多的这个料出来了。你怎么会去学纳税？他什么纳税那个什么冲锋军，整个都要出来了。所以民进党如果说你切割不干净，或者不好好去把这个霸团把它一个矫正的话，你被霸团整个水准都拉下来。现在连智商太低这种话都讲出来，直接骂选民智商太低。赖清德跟民进党，第一个，你们真的允许那些挂底蛙位那些人把王世坚赶出去，把游龙、把李文忠、把林濁水赶出去吗？另外一方面，跟你在一起以前的这些霸团，现在人家在大内讧的同时，一直爆了很多这个料，而且看起来很多里面很多争议性的人，你真的跟他们要一起挂在一起吗？我都在怀疑最近我就在想说，这些人来乱台湾，把台湾搞这么乱这么对立这么敌视是不是中共派来的？我觉得民进党很快内部，民进党不笨民进党里面很多人聪明，他就会检讨了，说这些人来干什么？扯了半天在干嘛？对不对？通常是讲别人是叛徒，经常自己都是叛徒；讲别人是共谍的，常常自己是共谍。真的，你看很多共谍讲，你们要注意匪谍啊，你们要注意匪谍，弄了个半天，最后他是国民党以前也是这样啊。最早的时候在蒋介石旁边有不少匪谍啊，我们要抓匪谍，要抓匪谍，弄半天他们是匪谍。所以呢，这些现在在民进党里面出来各种主义啊、乱啊、分裂，我在想说，是不是老共派来的？北京看了，我不知道是会不会偷笑，我都很怀疑。休息一下再回来。好，726大罢免前大支罢免歌呛爆，说相信音乐，屁笑话我刚说为什么骂相信音乐？五月天是相信音乐相信音乐的歌手了那就骂人家在影射攻击五月天然后他说我不是针对特定人，也不是针对特定团体，说我不是针对五月天，也不是针对相信音乐我没有影射要罢免，没有就在726的前夕
就发新曲，那你说干什么？时间怎么会那么巧合哈？好了，那王宏威啊，现在去查了啊，我没有被罢成，对不对？好，我去查你们到底干嘛在这个罢免前去搞这个。他说哦，4年领了民进党政府2030万，个人呢，哦，这蛮多的哈。当然，你说跟什么民视啊、三立啊这些绿媒比啊，三明治比起来，尤其民视、三立，我看那个政府补助一年都很多亿这样给哈。那但是呢，但是人家是个大媒体啊，你是一个个人啊，就领了2030万。个人工作室哦，个人工作室。王宏威说，他为了多少饭吃的这么丑霸哦，吃的这么粗饱哦。那王宏威说，尤其是证交所，这我最好奇。证交所还奉旨给饭，我说你证交所给他钱干嘛呢？哦，他说因为呢，本次预算科目是自由捐赠，哦，证交所112到114年度呢，因为依中华文化总会下称文总来函赞助校长兼撞钟台湾饶舌音乐推广计划案，各年金额为新台币300万、350万、350万，就一共1000万。证交所还要去资助，因为文总来，文总为什么要来呢？文总会长是谁？你们知道吗？赖清德，哦，赖清德哦。那而且呢，他这3部片领了证交所1000万，2年前上架的防范金融诈骗饶舌歌曲《诈》，流量4万9，因为有诈了，大家现在对诈骗很讨厌。1年前上架的定期定额投资 ETF 饶舌歌曲 ETF 4000个流量，7个月以前上架的交易制度饶舌歌曲零股交易累积流量267，这什么流量啊？佳宇唱个歌跟他比一下。我是蛮羡慕的啦，因为我也希望有一天自己也可以成为音乐人，所以看到大支成立公司还可以得到这么多补助，我是希望能够向他看齐。我要先得到文总的赞助。文总现在反驳王宏威说，我们对他没有特殊待遇啊，没有特别给他，那是这样，是每个人都是这种待遇吗？那你到底给了多少人这样待遇呢？哦，那而且王宏威又爆说，很多大罢免的也是哦，就是文总的这个执行委员啊，那赖清德、萧美琴不用讲的，总统、副总统都是啊。然后呢，候补委员叫王师啊、杨立洲啊，然后呢，曾冠荣啊、刘伯钧啊，曹信成也是啊，也是他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执行委员啊。那文总就说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乱讲哦，说我们这个4年改选就是执行委员哦，这个我们是文总不问政治立场的，笑死人，不干预投票过程的，他当然也没办法干预了哈。尊重投票结果，你不尊重也不能不尊重嘛哈。一起为这个都投票过程投票结果跟文化有什么关系？政治立场好像有关哦。他说呢，这个什么曹信成、徐旭东、许胜雄、李传宏都是很早就入会啦哦，并不是今年加入啦哦，等等等等哦。我们看一下。先前写歌炮轰国民党及五月天饶舌歌手大支，在被质疑被总统点名拿补助唱反诈歌曲，像有人被骗了500万，下场很悲伤。与证交所合作连发3首歌，但国民党立委王宏威爆料，文总曾去函证交所要求补助大支，4年来文化部证交所补助了2029万，然而作品累积流量分别为截稿前4.9万、4000及1400观看人次，炮轰在艺术性及流量都产生不了效果，更向文化总会是奉旨给饭。大支3号晚间发声回应，似乎琢磨辣的歌曲争议，但也提到补助除了要通过专业评审们的审议，每年提案时要带出不同意义与价值。补助计划要做的项目很多，原本希望能扎根在地，串联世代，提供饶舌歌手舞台，却造成风波不断，向外界致歉。文总的他的一个委员的名单里面，大支呢也其实身列其中。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了。那如果你自己担任委员，然后呢，
文总又来发函叫别人去补助给你，那这里面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文总也回击个别委员所言并非事实，强调跟平时发函邀请支持台湾文化企业参与并无不同，补助款依规定办理，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更不可能有所谓的总统点名，且跟很多艺人都有合作，几年来超过上百位。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妻子陈佩琪也表示，文总声称补助一切合法，但是合哪一条法？以金华城案来说，合不合法也是检察官和法官大人说的算。看不下去，补助风波火还在烧。是的，这个我让各位知道一下，证交所多肥，你们知道吗？他去年赚了135亿，因为证交费 EPS 没有，那很像做庄了，它不是很像做庄了哦，抽费用，所有的要股票交易的，不管上市上柜、新柜，掏在了抽头了哦。他去年赚了135亿 ，EPS 多少？超过10块钱，一年赚了1个股本呢以上，这么肥。然后你看他刚才字怎么写？他说是文总来函要我们补助，就等于真的是奉旨给饭呐。就这么清楚啊，是上面要求我补助他，那就补助他的，就这个样子。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大致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题目？因为他在726之前做那个，虽然他一直否认了，可是很清楚看得到他的内容就针对罢免嘛，就针对这个五月天嘛，是不是？所以很清楚的看得到，这完全是政治的介入。那文总的回应，你不觉得文总的回应呢？软趴趴的，没讲什么，他真的有，而且没有针对人家问的来回答嘛，没有问了个半天，扯什么徐旭东啊，什么李传宏干什么？他传的奇怪的哈，他应该要去讲说我们是什么过程来投票的几标啊，然后经过一个审查过程，最后大家投票结果是这样出来的。他如果这样回答，你要说你有针对问题回答，他没有啊。就再次的坐实，道地地就是上面交代下来的一个任务，就给他们。现在不只是大致哦，你仔细看，还有其他很多也是如此。你刚刚提到了几个媒体也是如此的，都是这样子才有办法吹起这个要大罢免。另外一点我要提到啊，他们在讲说，哎呀，这个去骂选民呐，是吧？因为你们就是变得笨，降智低智，所以你们要去投反罢免。其实大家都了解嘛，有选举过的人都知道嘛，选举就2个嘛，一个陆战，一个空战嘛。不要忘了这7个，它的困难度是比我们更高的。当初在联署过程当中，很多是要不是李进勇帮忙，根本就过2关是第2阶段是过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困难度远比我们高。我就不了解为什么赖清德明明知道大家都这样预言，大概结果应该是7-0哦，那结果他硬要搞，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硬要搞，是因为用这个来分散大家对水灾的这种的注意，或者是来分散对关税的不满，说谈得不好。请问各位，如果真的是暂时性的，郑丽君为什么要回来？郑丽君应该留在美国啊，暂时性的啊，美国的贸易代表就说就这样子的，就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样子 ，that it is， 就这样子的。人家讲这么清楚了，啊，你怎么会硬要说暂时性的，让人民还有这个空间去想？所以现在赖清德应该也知道，罢这7个基本上是很难的。那我们就知道，这7个来讲的话，除了少数一位吧，其他人都是连任好几届的那种扎根都扎得很深，陆战都非常强的。那加上适度的空战，我们整个党这样下去，他怎么罢得掉嘛？就想知道，他一定就是为了想要hiding，我们叫hiding，或者转移焦点，让大家注意这个，然后呢，让他忘掉这个民进党的施政败坏。王宏还讲了哈，就说那个0日攻击哈，对，他说曹信成投资2000万，然后呢，文策会加上国发基金投了1亿3000多万呢，对，投资这么多钱。那我看到网络上他们那个好像试片了，很多人说这个白痴，真的说白痴，这怎么谁搞出来这个片子？怎么那么笨啊？老公打你需要这样吗？反正网络上有不同的评论了。0日攻击还有中华电信的投资，可是呢，王宏威去函中华电信，中华电信说涉及了投资的保密协定，都是秘密的，所以不愿意告诉他们说中华电信投资了多少钱。所以这里面呢，光是政府的投资加起来已经超过了40%。那如果再加上中华电信的话，我就不知道实际上面这里面的人出资多少。
好，不过这一次呢，证交所这个案子，大家有没有想过说，怎么王宏威会突然跑去问证交所，到底补助了大致多少？原因很简单，就是有人看不过去爆料，一定有人呢。那这个只是冰山的一角哦。你要知道，其实这种总统府营的试验，我说总统府营的意思是指说，它看起来好像是民间。民营的比例超过50%，可是因为呢，它的最大股东，或者是说呢，它很多投资的都是公营事业，好，比如说像证交所，它很多其实都是公营银行去投资的，所以呢，它加总起来呢，其实政府充满就是我100%的掌控这样子的机构，在台湾非常的多，所以呢，现在呢，我要讲的是用圈养文化人的方式所圈养的，他可以用文化部来出资，然后文化部底下还有文策院可以出资，然后接着国发基金，因为国发基金它现在呢每一年光是收台积电的那个股利所得，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有钱，它可以用国发基金来投资。其实我那边有一份名单，哇，真的是大大小小的那种投资的那个比例非常的高，可是这些都是查得到资料的。现在最可怕就是像证交所这一种查不到资料，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今天有人爆料了，所以呢才可以说你去函，那么这个证交所，你告诉我这个到底是多少钱？那证交所当然就害怕，就赶快把这整件事情文总指定啊，要我们去投资它啊，所以我们就去补助它了。那这个是他可以查得出来的。那其他的没有被爆料的呢？到底有多少呢？文总只有去函给台湾证交所吗？文总没有去函其他的赖清德可以掌控得到的这一些公营事业，或者表面上不是公营事业，但实际上面总统拥有极大权力的这些机构没有吗？我跟你讲，多得不得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文化被圈养的问题。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如果文化人被圈养了之后，他在市场上面证明他们是值得好好被投资的，那也就罢了。可是问题就是，你圈养了一批在市场上被证明无法独立生存的一群这些所谓的文化人，然后他们去攻击像五月天被市场证明可以独立生存的人，你就知道台湾的文化界已经扭曲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以前我就最早的时候，台湾的流行文化啦，包括流行歌曲什么，整个在全世界的华人里面是直牛耳的，对不对？大陆都受到我们的影响嘛，啊。那怎么到现在为止说被韩国取代？韩国在全世界，你看的 Netflix 的影片多少是韩国影片，有几次是台湾的呢？哦，那你这个都只要靠政府补助，韩国当然政府也有鼓励，但是不是这样，不是补助啊，不是给不是给那个市场上扶不起的阿斗给他钱，不是这样，然后养他来帮执政党讲话，他有一个整个的文化产业政策，你这个政策要落实比较重要嘛。那你台湾这不是啊，对不对？你就搞到最后。就变成我们的文化、流行文化越来都被取代了，不很可惜吗？真的很可惜了。你要到靠这种东西，只有自立自强才能够在市场上站稳。说被补助的就很难在市场站稳。其实这种例子啊，这个真的是很多了，斑斑可考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罄竹难书。核三公投啊，正方出炉了，蓝白合作是要宣传啊。那黄国昌、翁小玲、叶中光、童子贤、黄世修担任代表，他们要去辩论啊，要代表正方要去辩论啊。那童子贤是说呢，非核家园落后世界潮流，让台湾竞争力变差，这大家也都知道，只有民进党不知道啊。那他们有5场的辩论啊，意见发表他们就要做了哈。那另外呢，这是第21案到现在为止的全国性公投，不过这次只有这个案子哈。然后呢，在中视、公视、民视、台视、华视啊，第一场呢是这个叶中光跟曾文生叶中光就是清大的教授哈。第2场呢是翁小玲跟林子伦，第3场黄世修跟甘崇伟，第4场黄国昌跟吴雅欣，第5场是童子贤跟庄瑞雄啊。那这个最快1年可以恢复到停机待命的状况啊，因为他还要付不是那么容易了，还有各种要检修啊等等，甚至还有很多这个国内外专家的这个认可啦等等哈。那823他是不是也挺大罢免？
因为呢726他挺罢免傅昆萁啊。那童志贤说讯息量太多，台湾是民主开放的社会，他就不肯讲了哈。反正他现在是这个，我也劝你啊，少对这个表态，你就好好搞你的这个核三公投正方，好好准备那个辩论，他要跟庄瑞雄辩，我们看一下。我同意更好的台湾。停战823核三公投，在野党团跟产业界代表童子贤、董事长核能专家黄世修、叶宗光教授排站，高喊口号，要民众823站出来力挺核三演绎。质疑我2018年以核养绿公投的时候，我曾经站在反方，没有错。现在为什么我支持核三演绎？务实的看待台湾目前能源发展政策。823和我们一起出来投下神圣的一票，投下同意让核三延役。跟民众说823要力挺公投，但罢免还是要投不同意。但不止黄国昌被质疑立场转变，先前726高喊要罢免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的童子贤，这回挺罢还反罢。的民主社会啊，我跟国昌主席能够坐在一起讨论这个核三延役公投我一样能够到花莲跟我的乡亲在一起，一样站上这个战车去宣扬我所主张的理念。这个两者是不相违背的。而这回公投正反方辩论代表也出炉5场说明会，正方派出翁小玲、黄世修之外，第4场由黄国昌对上民团代表20岁的青年吴雅欣，第5场则是童子贤对战民进党立委庄瑞雄。不过童子贤身兼气候变迁委员会成员，要站上辩论台挺核三，是否代表赖总统非核立场松动？气候变迁委员会本来就是总统府海纳百川，让各界不同的声音齐聚一堂，大家在里面做发言，在里面做彼此辩论，让这一个议题直接面对台湾最新的民意的检验。黄国昌邀请童子贤宣传核三演绎，毕竟这场由自家民众党发起核三公投，有不能输的压力。来去看823这个核三延役公投非常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是726大罢免大失败之后整个气势的这个延长哈，另外一个它对于我们现在空气越来越糟糕，电价越来越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投，所以拜托大家823一定要出来投票。这一次国民党现在有7位立委被罢免，对不对？事实上2位在南投3位在台中，中火那个整个空气污染是核三厂停掉之后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相信这一次应该是台中还有这个南投这边应该很多人会冲出来投票。我对中部是比较乐观的。他们得废现在比例也最高，也最高，而且基本上你看那个核一这个核三厂的1号机停了之后，民进党就要挟他就是去把麦寮电厂又重新继续烧煤炭，那这个中部已经有影响了，然后到了这个核三的这个2号机停的时候，它就是中火火力就全开了。所以卢秀燕做一个统计嘛，前后一天。这个核三厂的1号机停了之后，台中光是一个中火多了14000吨的这个煤炭，所以那个空气污染非常严重。所以我拜托大家，那天一定要为了大自己的健康，而且现在电价越来越贵，就是因为核电被停掉了，所以请大家为了空气要变好，然后这个电价往下走，我们就站出来823要投票。郑清伟，我觉得。童子贤在这个态度上面的这个转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记得我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跟民进党他们有个智库，他们就在讲说，他们其实也发现台湾的能源其实有问题，所以他们其实当时就一直在思考要怎么样子在能源政策这边做一个转弯，然后让核能够延役。可他们后来呢，其实因为考量到选举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后来还是坚持咬牙经过2024年。好，那么现在童子贤这边的时候，他某一个部分其实是赖清德的读书会的一个成员啦，那在帮他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出来担任就是民众党这边的一个支持核三演绎这样的一个主张的时候呢，那某一个部分企业界的某个部分也希望。表示了民进党在这个政策当中是有希望转变的，好，那可到底事实上能不能这样子？其实我在想说，民进党内部可能也还有另外一步的一个斗争。那我这边要特别讲说，我们之前曾经问过整个经济部当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核能研议的相关的一个。法律修好了之后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那从整个的程序到我们能够再启动那个核能的部分，大概多久的时间？当时郭志伟他很具体的讲说，最快让你他很多各方面同步进行的时候是18个月。
明白。最快的就是18个月，可是到底能不能这么快？那我觉得说这一次的公投，我觉得对整个台湾能源政策是非常有关。之前的时候，就是绿能的状态弄成这样子，然后这一次那个台风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状态一塌糊涂哈。那所以接下来台湾的能源政策要怎么样能够把这补上来？那其实最近因为我在新竹这边，很多朋友他们也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台积电赴美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民进党把台积电弄到美国去。那有另外一种声音，觉得说台积电赴美是因为台湾的能源政策出了问题，他们不得不出走，否则的话到时候 RE100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乃嘉宇。如果这一次的公投辩论是大家可以放下蓝绿，真的以台湾的能源发展，或者是以台湾的核电需求等等的这些去做好好的专业的讨论、辩论，或者是凝聚社会的共识，那对台湾的未来也是一件好事。所以童子贤他一直以来他都是支持核能政策的，但是他同时也是赖总统的一个相关的能源顾问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部分是绝对开放性的讨论，也希望能够广纳社会的意见。来，采薇。事实上，这个核能呢，重启核能本来就是现在当前政策的一个潮流。像是日本，尽管发生核灾，但是它还是重启核能了。只有民进党还在警报反核神主牌。所以我想要跟民进党，还有民进党里面的一些理性派说，823是你们最好下台阶的一个机会，从善如流吧。我很担心啊，我们716你的选区，我的选区，这些选民们觉得说啊，就鬼啊，就没事了。我很担心这一点，所以宣传太重要了啊！宣传太重要的，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过。这个不要忘了，当初来住的时候，民调做的时候多高啊，就投出来不到25%。